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你堵一下车，或者是毁坏一些公共的财产，不至于死吧？你说邓小平那89年杀人的这个指令就是他下的了，那这个你再过1000年他也跑不掉了。我说杀人的人不内疚，我反对杀人的要内疚，这理怎么讲啊？但你现在就是认错也了不没有起，也就是回个国。我要认错，不过是自取其辱。我们在6·4当中就做了2件事情，第一个件事就是劝学生撤离广场，第二件呢，尽快召开人大。就是整个共产党的体系里面，是他没有人会把契约当回事儿，对吧？这是他的文化。所以中国的事情啊，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从野蛮到文明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四通可以是里程碑，也可以是铺路石。我们现在是铺路石。民政就是个组织嘛。对，就是个组织嘛。这柴玲出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一定要看到6·4平反那一天，一等就是40年了。哎呀，好，你好，欢迎啊，你好，一共3位，三个人，来，你好，久仰。比电视里头那个精神是吧？来，马上就要录啊！打扰了。我看那纪录片里头，您在这里头，种菜养鸡，对，现在还吗？现在养鸡不养鸡了，那个种菜还种是吧？少多了，是吧？我看那个，你看那个，我看了，那是几年前嘛，是吧？应该是19年的时候。19年，对，19年前。对。他是为那个30年嘛，30周年嘛。飞过异路风沙，穿越蹉跎岁月，如歌年华。就这首诗，对，你在纪录片里头念的。对。人生就是纵横天涯，夕阳时一团火，晚晴时一杯茶。写的蛮好的。这一杯茶。写的蛮好的。那个你给。四通故事。天宇出版社，这是这个出版社。这香港，香港的出版社。一个他也是他们，但是呢是这样，这是繁体字的。现在香港出不了了，出不了，是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本来答应的好了，后来。现在香港跟内地没什么区别了，对。现在是完全中国化了，完全内地化。对。香港那个时候我给四化做了一个诠释解释，我说是四化应该是什么呢？深圳香港话，广东深圳话，沿海广东话，内地沿海话，这么4化。那么现在是倒过来了，变成香港内地化。这就是历史倒退嘛，对吧？从这个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历史有的时候不好讲。回过来我还说那个朱镕基那个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认为其中有，那如果要对这个人全面评价你这个有重大的缺失的部分。就是说一个人他有正面的当然朱镕基这种正直，对吧？真诚，才能，果断，这种，他是这个执行力很强的这么一个人，对吧？而且这么说，加入 WTO， 对，那么整个这个国企的改造，税制的改革，金融系统的重组，对吧？现代化，功不可没，对吧？这个，而且呢，说实在，
我太知道当时的情况了，对吧？人有光鲜的一面，但是也有他的阴暗面。当然每个人都有。有长处有短处，对吧？那么他呢，负面一般的来讲，说他这个什么工人下岗啦，这个造成了一些后果啊等等，这些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对吧？因为在一个改革当中啊，不可能不涉及到这些问题，对吧？这个都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必要的代价，对吧？它有2点，我认为啊，实际上可以说，是严重的缺失啊。老朱这个人啊，第一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摘帽右派，对，是吧？他自己也讲过很多次。对，这个身份不是这个身份能够后来在那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体制里头能够那么快速的所谓上升进步，对吧？掌握这种权利绝无仅有。他靠什么呢？对吧？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说他运气啊，就是说他到底是怎么上位的？一个呢，就是说，那你讲到了他是马洪，对吧？李富春，对吧？一开始东北当时高岗那个底是，但最关键的地方他是什么呢？他是到公经所以后跟陈元认识了。陈元是我们同学嘛，对吧？陈云家的那个实际上呢，他通过陈元是跟陈云，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的底色是陈云的人，计划经济底，计划经济，他的一套东西但是呢，他后来呢，又比邓小平，这个是凭他的能力，是邓小平到上海去，这个确实对，讲话一说，对吧？说得清清楚楚，数字准准确确，对吧？对，杨洁篪写那个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个改革10年呢，叫双峰政治，就是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而且2个人其实是斗得很厉害，对吧？这个叫保守派和改革派，实际上那某种意义上来也是2种思路嘛。但是呢，所以有好多干部既能如果邓小平重用的人，陈云派那是可以说是这个遏制的。同样的，陈云用的人呢，邓小平也是那个一般不这个的。所以像朱镕基这样，他既能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又能得到陈云的肯定，对吧？这个是他后来那个仕途畅通无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其实这个呢，在一些干部当中呢，实际上是你比方说那个有一些人他就是为了要那个这个得到上升，他就既要巴结这个那个邓小平，又要巴结陈云，到最后弄得2头都不是，对吧？这种例子也都有。但我觉得这不算负面吧？不是这样讲，不算负面，这是。但是呢，他得到邓小平的信任，不光是说这个能力，关键是在6·4这件事情上，他是交了投名状的。你说朱镕基是吧？朱镕基，那要不这样他也上不去。而且还有一个，不光是投名状，在这个事情上呢，他可以某种意义上讲，在他的所谓正直后表那种鸡贼，甚至我认这个是可能过分，是这个，而且还是杀伐果断。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甚至是拿6·4的一些年轻人的血染红了顶子。我这个话说得很严重都有事实了。他6·4他做了。对，那么我就要跟你说这个。第一呢，就是说上海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四京导报，江泽民处理，对吧？这个市民这个学生反对很多，对吧？我们都是清本令对吧？这个要这个，他那个时候呢讲了一句话出来，对吧？第一，上海不能乱，第二呢，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这个话讲的，我们当时因为
我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的，对吧？因为听得那个像掷地有秦老板的声一样事情，所以觉得这个中共就是真不错，对吧？你看啊，对吧？在这个关头，但是呢，6·4镇压一开枪，他又说了一句话，历史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所以你看啊，这种语言技巧啊，政治上这个少有，对吧？是吧？是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语言是一个人的这个，那叫做边界，所有的，对吧？你这可以看到，他达到的那个效果啊，确实最关键的问题是，他6·4以后搞秋后算账，非常严厉，在上海吗严打，对，从快从严。当时是杀了3个人，在上海吗？上海3个人，徐国明，另外2个，你这个一查就可以查得到，对吧？他们是6·4在北京镇压以后，全国各地，包括像长沙啊、西安啊、上海啊，都有一些就起来所谓这个暴乱嘛，对吧？用共产党的语言叫暴乱。他当时是这样，开始各地有一些所谓打砸抢嘛，对吧？堵车啊、堵路，对吧？烧车。那么上海也是这种情况，对吧？那么这3个呢，他们是6月6号发生的事情，当然马上就抓了，抓了以后呢，6月15号，6号、15号9天，就判了死刑，22号枪决。就是在上海发生。上海，对，这个事情很少有人提，但是因为我他们当时是有政治犯的名义枪决的吗？不是，就是打砸抢啊，暴徒啊，6·4暴徒啊，对吧？而且他当时就是严打，但这个是从快中基，当然中基，他亲手抓的吗？不是没有戒严，不是没有戒严，他一样抓。这个他关键问题是那个时候他是要负全部责任的，为什么呢？江泽民已经到北京了，在上海这些事情处理全是朱镕基在主持，对吧？而且当时要严打这些事情啊，也是他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他得到邓小平的赏识，这个是第一位。至于经济上，经济数据说得好等等啊，这是后话。就是说你是共产党用人啊，所以政治上可靠非常重要的。胡锦涛你知道怎么被邓小平相中的吗？西藏开枪，他自己带着钢盔319上街，对吧？邓小平在底下看，还说这个蛙是谁，对吧？人家告诉他是那这就嘛。所以你看啊，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啊，这是第一关，忠诚，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其实那个敢下手，对，因为朱镕基就是你刚才讲的，他是摘帽右派，对。但是在很多次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都回避，很多记者都问他嘛，他从来没有认真回答过这个问题。其实我当时看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因为邓小平主导的反右嘛，对，而且反右最后终其一生也没有那个彻底平反嘛，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政治上他是不愿意碰这禁区的，尽管他自己是一个摘帽右派，这也是我说这就是他鸡贼的地方嘛，对吧？就是有自己，就是说这么说也是一个对他来讲也是个悲剧，为什么呢？58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78年才开始回到副科级，20年啊，养猪，他说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对他是有阴影的。他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表现的这么，应该说他是吸取了这个教训。这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一个制度，对吧？对，那就像朱镕基这种，这个人是极聪明，对吧？他能处理事情，你看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大家这个很欢迎，对吧？到了6·4以后，你看这个话变成了一个马上历史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这一下子你看两边都到而且6·4以后这个事情是这样，当时他6月这个15号判，22号杀，当时整个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呢，对吧？
邓小平还没露面呢，对吧？所以他敢，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也就是说让中共上层，或者说这个看到这个人可靠，对吧？忠诚嘛，对吧？自己人，这个关键时刻不掉链，对吧？而且那会儿江泽民已经去北京了，而且他也知道他主导上海，他未来实际上仕途也有很大机会嘛。这就是历史人物幽暗的那一面。对，这是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当然了，这个那在整体，那这个我不说了嘛，对他来讲也是个悲剧。但是呢，你要知道，在共产党里头，你不表现不交投名状，你不让他们在对你政治上放心，而且你原来还是一个右派，对吧？能够得到这个，你没有几项表现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最恨叛徒和俘虏，肯定的，对，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所以从我们因为这些对6·4学生一直比较关心的事情，对吧？比较关心，因为什么这个事情呢？因为当时就是说6·4以后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个名单里头你可以去查，对吧？首先对吧？徐国明等3个人，这个事情是朱镕基这么说吧，6·4以后的表态。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堵一下车，或者是毁坏一些公共的财产，不至于是吧？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你给人上诉时间了嘛，对吧？从严从快，快派，对吧？这个杀伐果断，你完全没有按照规则来嘛，你也有法的呀，对吧？有程序的呀，对吧？从你这个6月6号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被抓了，到22号被杀，执行枪决，这中间就几天的，半个月10天的时间，不到1个月嘛，半个月多一点，对吧？2个星期，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手段，那邓小平是很赞赏的，对吧？也是这个娃娃是谁？对吧？那所以这是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人们那一般来讲不注意这个事情，或者说那为尊者为嘛，对吧？这个因为对好多人对老朱还是很尊敬的从心里边，对吧？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呢，他可以说最大的功劳是加入 WTO 这个事情，是的，对吧？主导，而且关键的时候谈判，对吧？也很有技巧，对吧？但是我要说，有时候一件好的事情，可能也是带来一个酝酿了，或者说一个最坏的方面。WTO 就是这个事情。当时他把条件都答应了，罗永图写条子，对，罗永图你不要写条子了这种话不要再给我写条了，对。然后呢，他在国务院内部有个讲话，这个讲话是有文字记录的内部有个讲话，他说我们答应美国这些条件，是为了加入 WTO，我们加入之后，执行不执行，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任何规则都会有控制的，你们要研究研究，怎么这个控制？这个事情是这样那这个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给后来的中美关系的恶化，包括贸易战的开始，实际上那一方面是加入了，给中国带来了20年的发展，对吧？但是也给后来的中国现在的处境，对吧？这个埋下了伏笔，或者埋下了隐患。卢表前2天还讲什么？你们欺骗，对吧？你们偷窃，你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不遵守契约精神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确实是你回去看看，当时答应了些什么，现在哪些做到了，对吧？有哪些没有做到？双休日做到了。这个做到的那有好多部分啊，这个实际上没有，就是说嘛，规避嘛，就采取那个，而且这种心态啊，这种心理啊，跟当年那个满清跟那个清帝清朝那个签订那个跟那个跟洋人谈判的，差不多。那个袁伟时在讲鸦片战争那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那个叶秉琛，叶明生这个两广总督，对吧？当时跟英国谈判，对吧？这英国人就说我们要进广州城，对吧？答应，签了都我们要准备1年拖，对吧？那最后还是不，最后人家不干了嘛，对吧？最后就酿成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后边嘛。同样就是说这种就是我找空子钻空子搞那这种心态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中国文化这个其实啊，朱镕基不说这句话，我的看法，共产党他也不会完完全全按照那个东西执行。对，就是整个共产党的体系里面，他没有人会把契约当回事儿，对吧？这是他的文化。所以后来那个不是那个特朗普这跟那个卢比奥他们也都讲嘛，说这个事不怪我们，怪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居然相信你们这个，对吧？这个事情呢，我们也那有人就讲，老外，你意思说不得不这么讲啊？要不讲加入不了 WTO 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共产党内部当时对加入 WTO 呢也有一些争议，对，所以他这话呢也不排除他实际上是在内部跟那些保守势力说的一些场面话，也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因为内部很多人其实有争议的，是加不加入，要做什么妥协，对啊，内部很多人认为妥协实际上是丧权辱国嘛，很多嘛，他可能就说，哎呀。加入再说，对吧？他也可能也。不过他就坚决不干，确实啊，不是他呀，从列宁开始啊，什么玩意儿执行了什么，说了什么东西也不算完。因为那个我不说嘛，功劳很大，问题也很大，这件事情啊，对吧？这个其实跟邓小平一样，你说邓小平那89年杀人呢，这个指令就是他下的了，那这个。你再过1000年，他也跑不掉了。亲自下的这个，他倒是承认了。他承认呢，但是他杀了多少人呢？在89年呢，对不对？是吧？但是呢，咱客观讲，那我自己来讲，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92年的时候，他还认为中国应该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对，公是公，过是过。对，我刚才说了，这叫一体两面。是的。正因为你有这一面，为了这一面，你不得不那一面，对吧？这个是这个。其实他最厉害的邓小平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段，那是真是，要不然你毛泽东时代，他们反对邓小平是邓小平杀人是很坏的，但是假如不是他，你中国人连饭都吃，别说你上不上大学，你父母都上不了大学。是的，就是邓小平他当然有他的历史局限了，比如说就是反右他自己搞的，所以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彻底否定反右，包括89年这件事情是吧？他们这样不光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认为当时是必须的。他们的一个心态就这样，就是说，那我们的权利稳固，这是第一位的，那是肯定的。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那个要，他们当时真的是觉得，老毛一开始你说考大名大放，真的假的？他是真心的，他要表现出千古一帝那种开明，对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一起来，大家一放。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他，对吧？这个翻脸了，对吧？这个事情是那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嘛，所以中国的事情啊，我现在实际上要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这个国家，你看啊，包括那个外交谈判上，我说朱镕基啊，跟当年的满清大臣有区别吗？心态是一样的，文化就是这样的。
中国人就是那种就是钻空子，对吧？哎，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没有契约精神，哎，没有契约就是契约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对只是取决于我现在的哎，位西地位方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的啊，哎，对吧？哎，你们说话不算话，对吧？哎，你们撒谎，你们欺骗，你们偷窃，是的，哎，这个话那讲得很难听，但是呢，你想想啊，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所以中国从这种现在这种这个是野蛮嘛，对吧？就是哎丛林主义人家企业精神是文明嘛，对丛林主义，哎，从野蛮到文明啊，中国过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长的路，是的，这一点我觉得，我看了你那些文章，我也是同意的。行，我们聊聊您刚才你跟太太说，就是他可以自由回去了，你这些年是不是中共也找过你？只有我找的人多了，就是中共找过你，就是说有没有跟你主说动找我？对。跟你说你要认个错就可以回去？我具体很具体，对吧？哎，有人就讲，而且信都帮我写好了。什么时候？这是最早是什么时候？最早是他姐夫就陈金泰帮我写了一封信。他当时是怎么找到你的？就跟你说的吗？不是跟我说不是他那时候他那个时候我们参的，包括那个他替他万方那个替我写了一个东西。那么他们当时呢就希望我的事情不要影响到我儿子和孩子，对，那么对吧？你认个错嘛，对吧？哎，这个他们就什么了吧？就好像在有交代了啊，这个跟我这么说的。还有一个他们在6·4期间实际上也是同情学生、支持学生的。那个时候这个，但是呢，后来呢，在90年那个苏东变化以后他们态度变了。他们意思说如果要这样的话，共产党的政权，我们还是就是将来那像乔尔塞斯库将来吊死的就是我们枪毙齐尔塞库，死无葬身之地，康克清都晕倒了嘛。那么他们当时写呢，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说这个要我认错。我当时因为我跟他们直系交流的嘛，我说这个他们杀人的人是这样，我说我没有什么错好人啊。然后那个他们就说你总得表示一点内疚吧，要表示一点内疚不是认错。你看这个程度就轻了很多了。对，我说我内疚什么？我说杀人的人不内疚，我反对杀人的要内疚。这理怎么讲啊？然后这句话就出来了。你只有一个儿子啊？当时打电话吗？给你电话啊，那他在后来也见过面。他当时跟你说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跟有关部门已经沟通好了。那个就是你只要是胡锦涛是他们的队员，当时胡锦涛入党是陈清泰介绍人，对吧？当时所以他们跟那个关系。这个那不用说了，就是你只要认个错，你就可以回国了，是这意思吧？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但呢，他们这边起码首先有一点，要我同意，他们才能最后去跟你讲。但是呢，凭着他们跟这个贾春光、胡锦涛的关系，那是他认为呢这事能搞定，对吧？这么说可以说。关系非常非常亲近。胡锦涛很胆小，他们说胡锦涛也不一定，胡锦涛这人可不一定。胡锦涛俩孩子什么都是委托那个不跟胡锦涛没关系，不是这事跟胡锦涛没关系，因为他退了。那后来你说陈兴泰你还见过面是在什么时候？他们出来在巴黎这见的，是吧？他们到巴黎了，因为当时实际上他们原来1期2期跟法国雪铁龙有合作，他们实际上那个时候经常有机会，计划了。那他当见面的时候又劝你了吗？劝啊，当然劝啊。第2次呢是这个，叫老应福生，这个人能力很强，原来是胡锦涛的领导，这个胡锦涛团长，他支部书记，他是书记，这个胡锦涛是团长，但是呢，
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是应付顺手的事儿。这是哪一年的事儿？这是学校的时候，同学的时候。我说就是找你啊，找我是2000年左右了。那时候我已经在搞那个绿激光的时候，在一个我搞过一段绿激光医疗仪器，当时跟一些在硅谷，在这个搞。留学生。那么在那个时候在公司，然后呢，他呢打电话来，说他们叫阿南，你那里有没有传真机？我说有啊，你告诉我号码。好，那好。说你守在那个传真机，那我马上给你传一份东西。发份传真过来。传真过来。那个时候就过来了。我一看，哇，这个说的很过，比那个什么要表示内疚那严重多了，对吧？怎么写的？那上面写的就是要等于认错，而且还要把自己骂一通这种。他也是相当给你写了个稿，对不对？写了个稿，对，而且他这个呢，他跟我讲了，他已经说好了，已经跟那个就是中国那边告诉你打好招呼了，对，就是你按照这个东西，如果签了字，对，就算这事儿就了了，是吧？对。他当时给你发传真的时候是人在国内，人在国内嘛，我在当时我电话里我就告诉他们一句，我说我那是60多岁嘛，刚过60，我说60多岁的人了，对吧？我说违心的话不想讲了。后来出来，他们又出来，我就说他出来，当面又劝我到美国去找你，到美国去找我，而且还给我送了一个什么香港回归那个应该是00年前头，那个97年之后，因为香港刚回归。过去当面去找你，还是劝你，而且还带了一个那个香港回归纪念币，你说你看这个是回归我们现在就希望你回归，而且当时呢他在做一个很大的项目，什么项目？做那个转移支付这个电子那个，因为他很能干，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清算系统是他搞的陈元当时到人行去当副行长嘛，他做，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回来。一直做这个65岁，就是说你回去之后还能继续做点事儿，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他希望就不光是你回国，他现在也认为他能够，就是你回去之后，党还会给你安排一些位置，是这意思吧？他对我是很迷信的，这么说或者说很称赞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啊，都到这个程度。那个时候办四通都是这么办起来的。当时有清华学弟不是去找他。那个人想办公司，他当时在计算机界是大腕，技术上是很牛的，对吧？所以人家呢都要去，我们想做这个事情行不行？让他呢那个时候就把我叫去，人家讲了一番，他这个人是说话是杀伐果断，一点都不给人脸色的。办公司你们不行，然后。自己先谦虚，他说这种事情，他说我也不行，我今天给你们找来一个人，他行，他也觉得我回去能够帮他做起来，他太太是那个刘菊凤是刘玲一的女儿，他们也这么认为这个意思说你回来对吧？这个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但当时实际上你那个时间段已经不再做那个民运的那些事情，对吧？民运已经不做了，不做了。所以他们认为93年以后基本上就对，所以他们认为其实争取你回去也是有可能的，对吧？因为你远离了那个一线的那个民运的工作了嘛，对吧？对，已经不在那个上头，对吧？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心脏出问题了，他04年心脏出问题，那你当时怎么回复他的？后来我老爷子一说，哎呀，不就认个错嘛，是吧？小平同志还永不翻案呢，对吧？你说邓小平还低头呢，对吧？这个我说我不是邓小平，他听这个话那有点不高兴，就觉得你什么了不起啊，对吧？这个意思说也不在话下后来我说我不是说我比邓小平强有骨气，我是说我不如邓小平，我能跟邓小平比吗？我在共产党里头有那样的一个位置吗？我说我不是书呆子，如果我回去有机会像邓小平一样，对吧？完成一次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对吧？我可以，
对吧？我也永不翻。就是你认个错，你觉得对，我认个错可以可以觉得对吧？我说干大事嘛我这种是他一句情况啊，话没关系我说你哪有邓小平的这个，对吧？我实在我就是不如邓小平啊。但你现在就是认错也了不起，没有也就是回个国。我要认错，不过是自取其辱，对吧？我没有邓小平这种机会。如果为了我是有邓小平这样的位置和能力有影响，可能我也会的。就值得付出的代价，对，是这意思吧？对，我没有这个分量，人要自知之明嘛，对吧？我回去以后，你说可能吗？对吧？现在有好多人认了错回去能怎么样？就是养老嘛，基本就是养老。不，有的人是回去还是抱着野心的，认为自己能怎么样的，但回去以后就发现，对吧？什么也干不了，最后自取其辱，对吧？没有必要。实际上当时中共很想让你回去，他们当时在89之后。争取很多人回去，他其实也是在做舆论战。就是也有人真的想，那这个是另外的那我另外的，我知道有一批人很想回去，刘明亚晚年不也很想回去吗？他们就是想回去。对，这个因为在外边生活不容易，落叶归根嘛，也有这个意识，对吧？就觉得好像客死他乡，客死他乡很惨嘛，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想法嘛，对吧？对，从一般以，那么还有第三次。第三次是什么呢？他父亲过世了。那个时候，其实我60当中介入出面跟学生去协调，是他爸要我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小万，2个小万。其实我跟你讲，我脑子很清楚的，知道不会有成果的，对吧？而且最后会。我说我就算是回家纾难吧，对吧？而且，当时那个谁啊，张福生还当面，张福生就是你知道哈，凌晨2点敲我家的门，劝我说万啊，他管我叫万，万啊，他说如果邓和赵要是不一样啊，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说是的，对吧？我说我们现在去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开始跟学生接触，劝学生离开广场。我说，学生尽早的离开广场，不发生流血冲突。是的，就是为了老爷子啊。如果我真开了枪，流了血，说老爷子一世英名就毁了。对吧？张夫人听懂，你知道6月4号凌晨他在哪儿吗？他在木西那个凌晨跟那个胡定怀海淀区的那个科委主任，因为这是那个胡亲自跟我讲的，对吧？他说他在那个时候也在最后关头在劝学生，就希望学生能够离开那个地方。赶快离开，你们还有这个。他说我们正来那个哗一个子弹就过来了，我们马上趴下。都给教育了，所以那我当时讲这个话，那我就觉得张福生觉得是4个理，对不对？那就当时避免发生冲突，避免流血，这是最大的事情，对吧？如果不发生流血，不发生这种冲突，什么话都好说，对吧？什么事情都好。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照中共讲的。对，起码是改革开放这个趋势可以继续下去。你这样下去，你再弄它变味儿了呀。就是体制内外改革派一网打尽。但是呢，当时我跟公司里头那个就讲啊，就是说我们跟学生是有分工的。对吧？我们应该扮演一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对吧？那个时候我们邻居公司的老总带着队，绑着标语我们脑袋上挂绑上条，下斜的挂一个标语，领着职工上街游行。你知道是谁吗？谁呀？柳传志柳传志啊！结果柳传志还说他不能不，我听我讲，这是后来后来我本来不想这，后来呢，他后来的就说这个说人家就说到说万南89年的时候政治投机，以为有机会了。我说这家伙太虚伪了，对吧？当年柳传志讲柳传志讲啊，师聪有20多个吧，
我不知道，你看那上写的这个那个原件，这个都是原件在我那儿都是中层干部啊，忘了都是看看这个公司管理层啊，专门给我写信说万总，你平时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做事我们找，到现在这我找到你在个情况这你应当那就是说公开站出来，对吧？支持这个学生，这个，这么多人签字，逼他出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血要热，头脑要亮，对吧？到了最后我还加了一句话，对吧？最后是他的骨头要硬，骨头要硬，对吧？人家就把这3句话记住了，好多人都跟我说这3句话。我一会儿可以讲。我们在6·4当中就做了2件事情，第一个件事情就是劝学生撤离广场，第二件呢，尽快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特别会议，严家琪当时提出来的，我也是。其实后来有好多美国那个评论啊，他们就讲，他说那个就是说外先生，他说你当时提出的那个方案是最合理的。他说当面临社会动乱的时候，邓小平说我用坦克来解决，你说要用议会来解决，对吧？这个。但是那时候人大其实也是橡皮图章，他怎么可能通过？那个时候不是57个已经1/3通过了，如果这个会开得起来啊？开不起来的，不是开不起来嘛？开不起来是因为对枪杆子在人家手里。对是，所以其实人大它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当时不是当时还有一个万里，当时在海外访问，那个也是言论很支持学生的。但是他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行使人大的权利吧？但我们知道嘛，所以万里回来之后，实际上态度就变了。就把他给在绑架了嘛？对是的。而且谁绑架他的嘛？江泽民在上海，把他给扣下来。所以你说那个当时是找你，就是那个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后来当时就是说因为我参加6·4，这个是应该说他爸在其中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很理解老头子心理，他是学生运动出身，我爸是129运动129运动，当年是全国民宪队队长，就相当于全国高职联主席啊，所以他看到广场上那些学生。想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能够发生流血啊，对吧？说你一定要劝他们，所以我看他爸那个是很理解，所以后来我们才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做了，所以后来走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他爸退休的时候是从中纪委退休，中纪委进中务委。中纪委的办公厅就找他妈，就说李老生前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的，我们帮他实现。他妈也很干脆，李老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小万回来。这是李老的一个夙愿，直接这么说的。直接说的。你们问了，老太太也说了，你们得做啊，对吧？所以中纪委办公厅正式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报告，拖了好长时间，最后批下来了，有关部门不同意。这有关部门是谁呢？当然就是就是当时周永康他们那个就是安全部门嘛。苏小刚跟你是一样的吧？对。但是后来他不也回去了一次吧？回去了一次。回去一次都得表示一点态度的，包括那个陈立之也回去过，也是要做交易的。我们很清楚回去要做什么，对吧？这个还有一个这种事情，这个对吧？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吗？对吧？他们有跟你沟通过吗？就是当时他们回去的时候有做了一些什么吗？我所知道的侧面没有找我沟通，是这样。那个谁回去？那个陈立之回去前找了魏京生，然后呢，他说魏京生那时候在美国，跟我说老安，昨天他妈的老陈来找我喝酒聊天，他这个今天这个要回去啊，
他好像也是奔丧的名义，好像是也是奔丧的名义对奔丧的名义。我说啊，我说你们聊什么？哎呀，我们聊了很多啊，这个的。我说你要小心哦。他说为什么？我说啊，他拿他当那个。我说不是，我说他在走前找你聊，他是要了解你的东西，回去跟人给那个有点谈话的资料。啊，我说如果他回去以后回来跟你聊，那是要跟你讲国内的情况、民情，对吧？如何，对吧？这个，而且为什么呢？我还知道有几个人啊，他回去前呢，还专门去找了好几个人。就是你自己就是在海外现在待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很想回去？我看得很淡。是吗？对，为什么呢？你看啊，那里头我有很多思乡的诗，写完以后就好像也是一种安慰了，啊。你不想回去？也不是，当然那个时候，尤其是父母在的时候，很想回去，和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嘛，他们走的时候都走了，你当时也没有在身边。不能啊，因为我回去也回不去。你看他们这中间有过来看过你吗？看过，是吧？但是中国人其实都有这种心结嘛，对，就是比如说人老了。后来呢，我父亲也是挺能干的，我母亲，他最后他们此刻啊，我们实际上是天天在网上见面的，有视频，有 Skype， 对，有视频，我爸特会弄，这个90岁了还会发文件，还会拷本，还会那个所以你就是说，其实跟你父母当时相当于还是能够比较频繁的沟通，比较顺畅的沟通沟通，而且我妈也很高兴，我妈还骂我那几个弟弟，就是说你们在身边，就一年都说不到几句话，对吧？我跟大哥，对吧？天天说话。其实他们说话对我写回忆录也很有帮助。我那个童年记忆里头有好多事情啊，都是大家聊的时候，对吧？这个说起来，但是其实回家不光是就是自己父母的家人了，因为毕竟是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现在啊，我就是苏东坡讲啊，于心安处是故乡。14年这个10年前啊，我从美国又回到法国，当时他们有个采访，我那里头就讲啊，我说法国实际上某种是我精神故乡，你确实是你心安处。还有一个，那我实事求是跟你讲啊，回去包括你这能过得舒心吗？能随便讲话吗？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你跟朋友见面了，马上这些人就被盯梢了，就被关照了，就被请去喝茶了。这种日子好吗？对吧？所以你就说你看穿了，又怎么样呢？对吧？还有一个，我现在很好啊，我每个月甚至隔一个星期都有跟清华同学、跟四通老朋友、跟那个家里这个都有都各种联系方式，对啊，大家都聊天很开心啊。视频聚会，视频聚会5年了嘛，疫情开始就开始，就是在那个网上就大家聚会了，对啊，不需要自己直接见面，虚拟空间对吧？你见面，说实在，你在一起回去住面，还有一个，我不喜欢人太多为什么呢？说不了话说不深了，那一个热闹，对吧？热闹我们这辈子见的太多了，对吧？这个能够有一些人个别交，所以我挺欢迎你来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我不说嘛，我讲，我就讲我想讲的真话，对吧？家伙，你何必讲啊？所以你宁愿不回去，对啊，就是在这儿，现在也觉得挺好的。我照样可以自由。回去好多人看到我在外边问，哎呀，老外你还是在外边待得好啊？你回去能讲这些话吗？他们都不敢讲话，现在对啊，都噤若寒蝉，对吧？这个日子好过吗？
就是哪怕回去探个亲，现在反正也释然了。哎，现在视频都看了很好啊，对吧？父母也见，父母都走了，哎，都走了，对吧？别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来看看我，哎，经常一家带着孩子什么来看。您孩子现在在美国是吗？在美国，但是呢，哎，日本他现在哎，到处跑。就是你们老两口现在在对法国这儿对是吧？真可怕。也挺好的。不是挺好我说你是不是老两口，真可怕。本来就是老两口啊，你还小两口呢。我记得你当时说过一句话，就是有人问你，你说我这辈子啊，好像是每7年一个周期，对，是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差不多7年以后能回中国，您记得吧？这句话，对，我记得是吧？这个话啊，我跟你讲啊，我当时是怎么呢？而且当时因为什么呢？有好多人这个谁啊？那个刘备啊是半年啊，是吧？这个2年，说的，我说可能这个啊，我已经保守了，对吧？你当时保守的还估计是7年，对是吧？哎。但是没想到现在一晃已经35年了。这个话呢，其实我也有思想准备。怎么讲？我刚出来在旧金山遇到一个美国的律师，他是台湾过来的人，他就讲，他说万先生，你估计什么时候回去啊？我说，3-5年吧，对吧？这个最多8年，现在就8年。我说抗战不才8年嘛，这个抗战都现在你看都30多年，哎，都这个。他说当年我们离开大陆的时候，都认为最多半年，1年就能够回去，没有人做长期准备，马上就可以返回到。然后他说他说没有想到，一等就是40年，89年、49年正好40年嘛，我说我们不至于吧，我当时还说，你看我们现在也快40年了这个民政成立的时候，那个民进党有一个代表叫康英祥，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对，他就说也说你们大概什么呢？我说我们对啊，我说那时候还是信心满满的，对吧？就觉得共产党倒行逆施，对吧？我们很快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党心、民心，对吧？军心，实际上都在老百姓这边，对吧？这个，而且法国总统也讲，他说，一个屠杀自己年轻人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政府，讲得很好，对吧？而且共产党也讲嘛，对吧？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像老毛讲的嘛，所以我们当时都很乐观，当时很乐观，但是也没想到是对共产党的残暴估计不做，对吧？对他的要保护自己的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估计不做。那当时我知道那个民政当时第1届嘛，就是严家琪做主席，对，然后你做的第2届、第3届是吧？第2届、第3届，对，第2届、第3届，你一共做了多长时间民政的主席？4年大概。4年，当时在巴黎嘛，是吧？在巴黎，当时总部都在巴黎而且当时是这样，有人就讲这个民政嘛，我说我自己的角色我也很清楚，对吧？要有人出头露面，对吧？这个非严家琪、沃尔凯西，对吧？知识分子的代表，学生的代表，对吧？而且他们的这个大家是口碑啊、声望都有，对吧？我说出谋划策呢的陈义之，他是体改所的嘛，对吧？政治上的那种历练，对吧？分析还是很精彩的，对吧？很有能力的，但是我说总得有一个跑腿办事儿的吧，对吧？我说我就是那个跑腿办事儿的，对吧？有人出头露面，有人出谋划策，有人跑腿办事儿，对吧？是这样。那当时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事后，就是民政当时我记得89的时候出来，在海外在巴黎嘛，还举办了一个
很盛大的对那个活动嘛啊。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就慢慢的就渐渐的就声势就不行了，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分裂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民政就是其实没做起来？其实很正常。第一呢，什么事情就是说大气候。这个话是我四通的时候就讲的，对吧？四通能够起来，首先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对吧？然后呢，有海淀区这个环境的中气候，然后才是我们这一小块的，对吧？能够成就小气候。民运也一样啊。但当时实际上海外对民运的支持大气候很好，但是关键的一点，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态度当时也挺支持的。哦不，错了。这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美国那个时候是这样，那因为一开始苏联还没有倒，老布什还要这个有求于中国，要中国反苏要联盟，对吧？这是一。第二呢，邓小平定下心来，那几天都不见面的，定下心来是实际上谁给了他这个定心丸呢？美国啊。老布什当时派他的那个安全事务助理啊，专程带亲笔信到北京，到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就得意了，对吧？美国人还是相信我嘛，对吧？为什么呢？他很简单，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当时台湾的第二代企业家，当时准备给民运筹集一大笔基金的，对吧？这个事情到李登辉那里挡住了，李登辉他没有同意。不是李登辉没的，李登辉说美国人不同意。这个信息你是谁告诉你的？直接跟台湾那帮。我跟他们直接有接触的这个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当然他们对我也不太满意了，因为当时台湾那边为什么对你不太满意？很简单，我说民政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当时因为当时那个军情局啊，这个台湾军情局驻巴黎有一个就特别的，他妈的万人来，想要我们的钱还要独立。我当时回了一句话：老子共产党都不伺候，谁也不伺候。不是，人家说的话也有道理。你要拿他的钱，那肯定是人家你要替他办事嘛，对不对？是的。你要想独立的话，你就自己要搞钱，对吧？所以后来他们不给我钱啊。而且实际上民政一开始的是最靠民间，还有一个他们有一部分钱最后是怎么呢？他们就直接给到个人，给谁多少？王丹啊，具体给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实际上民政从他们那里没有拿到多少钱，有的只是什么呢？是吧？联合报他当时民政搞那个民主女神船项目，对吧？所以那钱都是给到项目，给到个人，组织给的很少，对吧？对，所以一开始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因为没有经济没有钱是不行的，对吧？当时当然也有人，但是当时海外华侨靠捐款靠那什么维持不了吗？维持不了吗？维持一次性的可以。你看看孙中山当年一开始也有，后来人家都，而且最后一个你老是靠这个的话，你就是个骗子啊。然后我看很快就发生了好像财务上的一些，财务上这个事情那个我可以跟你讲，全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呢？有一个民政当时有监事会，如果民政财务上有问题，监事会应该有决议，有吗？都是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边上说你有问题，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有一笔经费我们没有对外公布的，就是我们帮助国内的人的。这笔经费有好多人就盯着，财务不清楚，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是你们有的钱是给他们的家属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是想把他们弄出来什么之类的。前两天这个还有一个人当年拿了钱告诉我，当时是什么情况了，对吧？这情况我们现在也不能说，人家还在里边呢，你能说吗？对吧？而且当时有好多人公开在会上要我们公布这个，说是在什么举行啊？对吧？所以像这些事情啊，这个，那我们当然就那也就是说我们有问题的人都是八竿子，而且还有一个，后来到最后民政是这样，
我们专门成立一个财务委员会，让一个海外华人啊，叫朱允成，朱允成，他当那个财务委员会的主任，所有的财务账经过他，他收钱，收完钱以后，朱运成，这是就是那个音韵的韵，陈嘉映的歌，对，朱运成朱运成，你知道这个人吗？我听说过。对，他是所以人家说那个后来就这个情况，你们说四通那个民政财务不清楚，我说朱运成，所以最生气的是他，就你说财务不清楚，不就是他不清楚吗？对不对？那个人挺好。那个人非常好，那个人非常好。我去美国都住他那里。但是当时因为这个财务纠纷，就导致了非常大的内部分裂。没有，我也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就是反他。就反对你。他们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掌握了资源的。谁认为你？所有的人啊，这个反对我的人啊，对的，因为还有一个这么说吧，你知道当家不容易啊，对吧？因为这些人他们不管的，你说严家庆能管这个吗？就是沃开西能管这个吗？对吧？来了以后，这个光是那个白条在我这里就打了很多，都要花钱的，都要花钱的，是吧？对吧？而且都是一开始就是说，因为我四通还是有一点嘛，对吧？都是开会那个钱都是原来四通自己垫的，对吧？在法国开会开会搞得很烦。那个我那个时候哪来钱？盛大的，对啊，这个没有，所有这些费用，当时四通有2个副总裁在外面，一个英科，一个邵武奇，就给你们提供了一些资助，是吧？对。那当时那些人为什么反对你呢？反对我们，他就认为巴黎还有一个，他们对我估计过高我其实没有那么伟大他们认为我是可以控制一切的，别人都是傀儡。你看你当秘书长是吧？民政就秘书长说了算，你要当这个主席了，最后你主席说了算，这个秘书长还没了，对吧？这个那个其实呢，这个你知道我不说了吗？你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对吧？有的人到这个出来了以后没有地方，就背着行李就到我办公室，说我就住这儿了对吧？就跟那个下岗职工找到那个一样就是流亡嘛，流亡嘛，对吧？你应该管嘛，组织上要管我，因为你民政就是个组织嘛，对，就是个组织嘛。这柴玲出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就是觉得你们就是应该照顾他们。实际上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的一个态度是：赶快，对吧？你们谁爱做谁做。对吧？实际上，对于民联这个合并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担子就是和平他们跟你们民联嘛，合并嘛，对，我就交出去了。当时呢，也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后来我开始找方励之不同意；找刘冰燕，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干？都知道不好干。一个不好干，另外一个呢，他们觉得他当时好像跟这个就已经有点疏远了。方励之这样，照我说他这个实际上，他出来的时候呢有承诺的，对，但他这个承诺呢不是说对中共，是对美国，就是当时美国跟中国谈的时候，他在美国领馆，对，我知道，他来领馆让他出去嘛，出去的时候美国领馆会对他有要求，你出去以后不能怎么样，那这个可能是中共方面要求这个美国，对吧？我们放一马，让他出去，但是呢，他不能怎么样。那么美国你也知道，他有契约精神的，对吧？那么作为条件，那么也跟方先生说了。我没见过他的回忆录里头讲的这一段，方励之的。我写到这个是吧？我写到这个啊，你那个当时那个叫李在明嘛，那个。就是那个驻中国大使，他的回忆录里也没有写这一段，不，他没有写这个，但是呢，他对方先生其实是很不满意的，
啊，因为他觉得方励之埋怨他们，当时对吧？对，这个我知道。对，那汉学家说到这个事儿，林培瑞提到那个谁了吗？说那个方励之有承诺吗？没有，我没见到林培瑞。他们不会提的。我方先生先到英国，对，我专门过去。严家琪也去了那次是吗？对，哎，你是跟严家琪一起去的吗？严家琪一起去的，但呢他们走了以后，我又单独留下来跟那个方励志沟通了，沟通。当时主要是要说服他参加民政，这个那来掌旗嘛，对吧？众望所归嘛，就讲到这个我说那这个年轻一代你是启蒙者，对吧？好多的这个的话，他说这过去了。然后呢，后来就讲到我说他当时就说过去了，就是我当时我们单独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句话，我就发现你当时怎么就进了领馆呢？对吧？进了使馆的，进了美国使馆的，对吧？他当时我其实很感动的他讲了一句真的是很真诚的话，他说共产党的牢不好做。对，这个我看你文章里写的这段，对。那么这个事情呢，那我当然理解，对吧？这个也确实，对吧？这个是这样，对吧？而且后来我还到弗林斯顿，讲那个时候我劝那个方先生，当时想搞那个团结工会的制度，就是说，我说可以就你当顾问，就是因为当时团结工会有个顾问团，那那个顾问团实际上是这个团结工会的大脑嘛，对吧？你当那个就是顾问团的旁边人，那时候李书贤就走来这个就是打断我们的话，就是说让方先生注意这个事情不能同意。谁说的？我当时在场。李书贤就是方先生他的意思，他没有说这个话不冤枉人家。所以你推测，实际上他跟美国人之间是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默契。李书贤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不，李书贤没有说，李书贤没有说任何话就是说不能参加这个，来打断就是说这个那引起注意这个事情是不能他说这类似于是政治组织，有好多后来出来的人有关部门都给他们这种警告，甚至谁那个王军涛一开始都上了他们的当。王军涛是绝对的。他一出来的时候你看跟这些组织都保持距离，对吧？独立好那个。他跟毛丹是一批出来的嘛？对，不是差不多前后脚都是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当时谈的。对，对。那一句话吧，就是说共产党很会，就是我放你出去，但呢你不能怎么样。有一定的承诺和代价。对，这个也是。那你觉得就是说，方先生他本身他想参加吗？还是说其实他自己本身就不想参加？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一滩浑水，我去，对吧？这个混去干什么？而且一去的时候一看你们几个人来，对吧？想法说法都不一样，对吧？我这个我估计也有这个因素，肯定有。是吧？因为后来那个谁那个刘宾燕我到美国去，住在刘宾燕家里，知道吧？睡沙发，就彻夜跟他谈，请他有点心动了，就想让他在民阵出来挑头，是吧？挑头他形象也很好对吧？这个后来第二天早晨，他跟我说，他说小万他说不行。他也是不太愿意。他那个太太叫朱红，第二天就跟我讲，意思说，你永远都想听那个最后一个跟你说话的了。那个时候他就有点那个，后来跟我不行，就是朱红不同意，他跟我说，他说，回去他说你朱红阿姨不同意，他说他说我呢这一辈子让他担惊受怕，晚年了，还不能够再让他这个担心了我觉得这个讲的，我那个文章里头我看了，我知道。对，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这可能多少也是个借口，您不觉得吗？我不觉得，为什么呢？刘宾燕不是一个，那就是有好多人，他是有想法，是这个直抒，这个他跟东北人的性格这个说实在，他比这朱镕基这方面的这个他要比更直率
那个民政开会的时候那些人搞名堂，那个撕声裂肺的喊，天地良心啊，这个，对吧？他当时这么说吧，当时民政那有好多就是说，有万派有反万派，对吧？没有别的派，就两派。那么这个，所谓他在美国听到好多我的负面新闻，比如说呢？比如说是跋扈啊，对吧？这个财务不清啊，对吧？这个那等等啊，这个反正没有好话嘛。但呢，他后来一路嘛，这个都到法国的，他后来呢发现，他说小安，他说离你越近的人，说你正面的肯定你的人越多，说你不好的反对的人，都是离你很远的人，甚至连你见都没见过，对吧？没打过交道这些人，在说你坏话。他说，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说看来啊，你这个人坏不到哪里去。我刚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跟我说，我原来是反叛派，好多人都说现在有好多支持我的人，原来都是反外派，就是当年就是在民政的时候，对吧？对。但是我就是特别好奇啊，就是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被中共迫害嘛，然后到了海外，然后又搞这么一个组织。其实当时很多海外的民主人士对这个民政啊，也包括后来的民政联，期待很高的，但是很快就陷入到那种争权夺利啊，然后路线斗争啊什么之类的。是的，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舆论啊？还有一个这个事情啊，你是做媒体的，应该很体会这个。媒体是什么？第一是这个制造业，对吧？实际制造出一个新闻人物，对吧？一个英雄或者一个狗熊，对吧？制造业。第二呢是修理业，对吧？然后就不停的给你修理，这问题那问题，这都是新闻，对吧？你看啊，最后呢是屠宰业，你看沃凯西也是嘛，到波士顿吃个龙虾，还有这个报纸就开始，对吧？如何了？这怎么了，对吧？那所以这些问题，我不说嘛，什么说我的好多都是无中生有嘛，对吧？我身边的人，所以为什么后来那些人从反对我到变成一开始他们的主要的反对我的理由就是说，认为我这个人太强势，霸道总裁，做企业的对吧？肯定这个那肯定是这个民主作风很差，对吧？那是这种推论啊。当然了，我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也实事求是讲，我开始也有很多认识不够的地方，肯定是。而且我说嘛，这个我这里头也撇，我说你自己也承认，对，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对吧？这个毛泽东，对吧？这个说话口气但是呢，那有好多人讲，这外来这个就是说那个基础不是最高的，但是他在外表学习改正最快的。对，我们看到了他这个一点点在改，对吧？在变，那个这是美国。就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当时是反对中共，但其实身上都是有中共的影子，对，你听陈思说话。我跟一个法国记者叫弗朗西斯，我说你们不要双重标准，你们法国党派之间。当时正好有杜马那个外交部长闹丑闻，等等，对吧？你们这些问题就是正常的民主政治的仅有之一，我们就是问题，你这不是双重标准吗？还有在可比较的流亡政治当中，我说我们是做的最好的。我说你了解过当年这个辛亥革命时候的那些流亡者？对吧？那结果，后来苏联东欧匈牙利这个俄罗斯，对吧？出来的俄罗斯，他们那些流亡者，他们又做成了什么？这些之间为了争夺资源，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互相多少这个事情，包括孙中山也是啊，那就杀那陶成章。哎，但是你说就是做的最好的，那我觉得恐怕也不能这么讲。我说的这个话有点像那个特朗普那个24小时解决问题啊，对啊夸张了，我那个意思，对吧？就是说，我说那我那个有具体标准的，我说起码我们争论是公开的，对吧？哦，有争论就是有问题吗？你们有争论不是问题，我们争论就是有问题啊，对吧？你说财务不清可以查，对吧？哎，我说你们那个对吧？这个经济丑闻，对吧？不，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学的是民主政治，我们比较的不是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对吧？是跟你们比，我们差在哪儿了，对吧？另外他还讲到，意思说你们讲到台湾问题，讲到西藏问题，总是好像这个那就是不敢那么直截了当啊，支持这个台独啊、藏独啊什么的不敢。我说是的，我说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争取选民众。我们讲的话不是讲给自己听，也不是讲给西方听，也不是我们是要讲给大陆的老百姓听，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程度。对吧？而且那个时候一开始，那提反对共产党的口号，我们都反对了，对吧？因为你说民主政治来讲，共产党也可以是啊，共产党只是说他不能让别人选择，对吧？但是你不能够，那就是说，而且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对吧？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认为啊，在所有的这个，我们那还是对吧做的最好的。还是认为做的最好的。我再给你讲吧。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对运动，遇到这么多，那你不管他行有多少人，还有这个组织还在30多年了。不是现在反正。但是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是另外一回事啊，另外一回事，对吧？那就我要跟你讲，对吧？是这个叫是这个时代迭有才人出嘛，对吧？更有风骚3、5年，对吧？一批，那么现在白纸运动不起来了吗？但是从民阵这个组织角度来讲，应该说他一开始赋予自己的使命，对他的期待、自我期待他没实现，然后呢，也包括他的影响力是逐渐的下降。所以这个我一会儿跟你讲，那个严家骥就讲的，我们现在的他说我们这个一定要看到活啊，看到那个6四平反那一天，对吧？我说这个也比较难，对吧？那么当时我交代，因为我身体也不好，我当时给大家留的这个，大家也某种上来讲，他们一直在讲的，我说你起码做到什么呢？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但是后2个就肯定，对吧？声音还有啊，你不管什么声音，对吧？这个压力那是几乎为零了，对吧？没有了，基本上没有了，实事求是。而且对境内的影响力也可以说几乎为零了。就早期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参与过89，我当时是学生，所以当时民阵的那些在巴黎成立这个组织啊，那我们其实，在境内还是能听到一些消息，对，然后还真的有一些期待，对，然后还搞一些活动嘛。野夫那个时候对，但是过了90年代后期以后，尤其是到了2000年以后，这个组织实际上对境内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了，对吧？这个我们自己能感受得到的。那个方励之曾经讲过，我问过方爷的，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他说等这个你们这一批对吧？现在不行，当中国出现新的一批反革命了，那你们就是次要的人了，对吧？说如果中国再出现新的一批反革命，那么我们就是边缘化了。但那是边缘化了对，不是说，比如说不是说你有了正当性了可以回去了对，是吧？共产党不在乎你了，对那其实也蛮可悲的，对不对？这个就取决于我总说这个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国内，对吧？国内的变化，国内会做到怎么样？我的问题还是说，就为什么就是这几十年走下来，就是虽然你说旗帜不倒，声音还在但是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必然的。
我不说了吗？没有大形势，没有资源。美国当时这种但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做个对比。是制度造成了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才造成了这个制度。专制制度也有纠错机制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独裁者的死。您觉得共产党这个体制它还会维持多少年？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我说起码还得100年。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习近平下台之后，这个还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现在习近平这么胡来，所有的他那个体制里头周围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国的这个经济啊，不是说共产党做的多好，是共产党不捣乱，让老百姓自己去做就可以。